这是一台能拍1亿像素的无人机。 不少朋友都已经用上了这台无人机了吧？那这就是大疆线目前最强的无人机御4 Pro。就我个人这段时间体验下来，这一次升级真的非常良心。那虽然跟御3 Pro 一样的主摄中长焦，但是画质确实有不小的提升啊。而7倍长焦呢，也达到了一个可以商拍的状态，更别说这一次的镜头还可以转了。 而这个新的遥控器呢，又带来了非常新的操作体验。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御4 Pro 深度体验。 要说御4 Pro 最独特的地方，那肯定是这颗圆滚滚的脑袋。网上说它像什么的都有，但我看习惯了，还觉得挺可爱的。大疆给它取名万象云台呢，确实很贴切啊，可以360度的旋转，就是把我们相机加稳定器才能做到的360度盗墓空间呢，挪到了天上，就很适合拍有纵深感的场景，比如桥啊、穿越高楼之类的。 像这种破水平的镜头呢，我之前只在穿越机上拍摄过，在航拍上使用呢还不太习惯，还有一点紧张刺激的感觉。这种画面呢还是挺有陌生感的。除此之外，御4 Pro 还可以很轻松的拍摄这种反转世界的画面。那前期拍摄我们就能根据反转后的画面呢调整构图，还是挺不错的。 都能360度旋转呢，云台转个90度也没有问题。那这不就是 mini 系列下放的无损速拍吗？但是是6K 速拍，这功能对于短视频摄影师来说确实是刚需啊。 这个万象云台呢，还支持70度的大仰角拍摄。御3 Pro 的仰角范围呢才35度，而且在我们商拍当中，这个大仰角呢才是更常用的。航拍的时候能把建筑拍得更大气，甲方爸爸绝对喜欢。 当然，大疆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呢，也是有妥协的。大家看这个转轴啊，它是有限位的，所以我们转到竖拍的时候呢，云台转动的角度会有一些受限。这个时候，俯仰的运动范围呢只有20度左右了，所以如果你要速拍的时候大范围运镜的话，那是做不到的。当然，也有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就是跟御3 Pro 一样裁切。大家新增了一个4K 下的9:16的裁切模式，就是裁切竖拍了，但是它是在3:2的画幅基础上去进行裁切的，画质损失呢并不多。 这3个摄像头呢，其实提升也很大，只是光芒呢被万象云台掩盖了一点。首先是这个 M4:3画幅的哈苏主摄，支持 f2.0 到 f11的可变光圈，这个最大光圈呢提高到了2.0，这带来的就是夜景画质的提升。 除了夜景啊，这一次御4 Pro 最让我兴奋的就是这个星芒。现在御4 Pro 拍摄明显光源的时候就有这种十字星芒，真的非常好看。不过大家吐槽点呢，主要是等效焦距28毫米，视野呢确实比御3 Pro 要窄那么一点。那拍摄一样的画面，你需要飞得更远。那希望后面能出一个增广镜，那就更好了。但瑕不掩瑜的是，它现在支持1亿像素的拍照了，我也终于拥有了1亿像素的哈苏相机了。 视频方面呢，它最高能拍6K 60帧的 HDR 视频。现在主流视频平台呢都是4K 画质的视频嘛，拍摄6K 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裁切。那主摄本身就是广角嘛，容易拍得很杂，所以我们经常都要裁切。6K 的好处啊，就是它放大裁切1.5倍后，画质还是4K。 这个3倍中焦镜头呢，从参数上看确实提升不大，依然是1.1/3英寸。其实从画质上来说也基本够用。 但这一次更大的升级呢，是这颗等效168毫米的长焦镜头。御4 Pro 呢用了一块全新的1.5/1英寸的传感器，光圈也提升到了 f2.8。从面积上来说，这块传感器呢只比1.3/1英寸传感器小那么一点点，所以画质提升呢是真的蛮大的。 而动态范围上呢，御4 Pro 终于找回了场子。主摄最高支持约16档的动态范围，中焦镜头14.5档，长焦镜头13.5档。相比御3 Pro，动态范围提升非常大。这是因为大疆引入了一个双原生 HDR 融合技术 ，DCG HDR。啥意思呢？在拍摄一个画面时，它会用高 ISO 去记录画面的阴影，用低 ISO 去记录画面的高光，然后把它们融合在一起。那视频的动态范围就能获得极大的提升。那我也拿我的相机 HS3去测试了一下，在逆光拍摄时，动态范围确实更好了。这回啊，大疆对这3个镜头呢也都不偏心，现在全部都支持大疆的 D-Log、D-Log M、HLG 的色彩模式。这一次御4 Pro 上的另一个大升级呢，就是这个 RC Pro 2遥控器。
如果你飞过无人机的话，你应该知道之前无人机上最反人类的设计就是无人机开机了，我还要去你拿摇杆，不仅慢，还很容易丢。首先啊，它现在开机就很无感，那直接像这样拉屏幕，摇杆就会随着屏幕一起升起来，然后就会自动开机了，再也不用去摁2下。这种无感的设计呢，U3 Pro 上也有。现在U3 Pro 折叠打开后，它会自动开机。我也测试对比了一下U3 Pro 和U4 Pro 从开机到使用会花费多少时间。所以现在你来到一个地方飞航拍呢，就能节省不少的启动时间了。那这个小平板呢，它用的是一块7英寸的 Mini LED 屏，比之前的遥控器呢确实要大了很多，电线什么的现在都能看得更清楚了，飞起来确实更安全。它的峰值亮度呢有2000尼特，终于啊，大太阳下也能看清楚屏幕了。而它最爽的点呢是翻折，属于是新增了一个航拍级的电子快板。有没有想到大疆的另一块产品就是 Pocket 3那块屏幕，而且同样旋转屏幕，镜头也会直接变成速拍，它的支架呢也是可以根据我们观看角度任意翻转的。那这块屏幕的续航呢有4个小时，足够我们把这3块无人机的电池呢飞完。RC Pro 2机身自带了128G 的内存，还内置了大疆的 DJI Mic， 现在可以边飞边直播了。注意看，这辆黄色的法拉利正以110米的时速通过高架桥，难道还有弯道超车吗？好一个加速！前方的白色小车仿佛像爆胎了一样，不堪一击。黄色法拉利的野心不止如此，它即将要超越前方的奔驰商务车。什么？它甚至要1超3？这就是重庆的黄色法拉利吗？那说到拍摄啊，U4 Pro 也做了优化，现在U4 Pro 识别车辆更精准了，而且跟的呢也更准了。它内部还融合了大疆的 DJI Trick， 可以动态的更新返航点。那这个功能呢，就是给拍车使用的。大家看啊，在我们坐车的时候飞无人机呢，遥控器会实时的把位置信息传输给U4 Pro， 这个返航点啊一直是在跟着我们的车移动的。那我们直接按返航，它就会飞到车跟前，非常的方便。避障方面呢，U4 Pro 现在换了6枚更高性能的鱼眼镜头，机臂上也新增了激光雷达，现在识别障碍物呢能更精准。这高性能鱼眼镜头画质提升蛮大的，对比U3 Pro 倒车影像的画质确实有提高，现在能看清楚障碍物的细节了，飞起来也就更安全，尤其是夜晚可以做到0.1 lux 的夜景避障。大家看，这么暗的环境，它依然是全向避障。当然，在极暗环境下或者有玻璃反光的场景时，也是有风险的。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激光雷达了，它会像扫地机器人一样捕捉前方障碍物的距离信息，并且在机内进行建模。就算飞出去后没有信号了，或者天黑了，它也能根据之前建立的模型自动返回。纵然U4 Pro 的安全系数已经足够高了，但依然有炸机的风险。现在炸机，如果大家把右臂炸了的话，维修价格会更贵。是的，我之前就炸机了，要不然为什么会这么晚发视频呢？所以我会非常建议新手朋友呢，可以像我一样去买一个U4 Pro 的 DJI Care， 就跟买车一样，有一个保险，心里也就更安心了。万一遇到一些不可抗力，无人机进水啊、炸机或者飞丢了，它都可以用上。它一共有2个版本，1年版和2年版。那我用的是1年版。那如果你是航拍新手的话，我建议入手这个2年版的。大疆的售后服务呢也很好，它是只换不修的，坏了我们只需要付一点点置换费用就可以换一台新的。电池续航方面呢，U4 Pro 终于迈进了50分钟大关，现在能飞51分钟了，1个小时指日可待是吧？但这是大疆实验室的数据，理论情况下大概只能飞40多分钟左右。但是这一次U4 Pro 的充电速度还是真快，充满3块电池只要1个半小时，之前U3 Pro 呢要3个多小时才能充满。那如果你只充单块电池呢，刚好50多分钟就可以充满，跟1块电池的续航时间呢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你只要一边飞一边给用完的电池充电，现在基本能接近无限飞。能实现这么快的充电速度，一方面是U4 Pro 用了一个240瓦的新充电器，另一方面就是用了一块容量和功率都更大的新电池。图存方面呢，U4 Pro 用的是O4+，理论上最远的距离呢有30千米，但实际上肯定飞不了那么远。有遮挡物的情况下，信号确实要比U3 Pro 好。当然，你拍完了素材要传给手机是吧？那U4 Pro 也支持了 WiFi 6 80兆每秒的速度，而且也不用让无人机去开着机传了，直接断电就能下载素材，非常的 nice。大疆也给U4 Pro 上了新的增强图传模块3，非常好的一点是，现在除了单机版呢，U4 Pro 的所有套装都内置了这个4G 模块，算是又省一笔了。如果你经常在城市里飞的话，这个玩意儿的用处就很大了。无人机被大楼遮挡后，可以切换成4G 信号，不会断连。最后总结一下啊，现在U4 Pro 有3个版本，相比U3 Pro 上市时呢，其实要便宜一些的，加量也不加价，还算良心。你如果预算够的话，建议直接上创
创作者版本，因为只有这个版本有 RCA Pro 2遥控器，创作者版本的御赐 Pro 还有512G 的内存，那基本可以不用再买内存卡了。它还能拍10比特42的 OI 编码，这种编码的格式压缩很小，能够更好的剪辑和调色。而其他版本的御赐 Pro 只能拍10比特420的 H.265 的素材，那就是比较吃电脑配置。如果你是用的苹果的 M 系列的芯片呢还好，那如果是用的 PC 的话是比较难剪的。但是如果你对这些功能呢都没有需求的话，预算比较吃紧，那标准和畅飞套装也是不错的，先买来用了用，后面觉得有必要再单买一个遥控器。不知道大家觉得御赐 Pro 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里发表你的意见。我是爱拍视频的红素，下次见。